在春秋时期的宋国，有一片风景如画的山谷，谷中藏着一座名为明心书院的学堂。书院的主人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，人称龙夫子。他虽年过50，眼神却清澈如少年，总是穿着一袭青衫，手执竹简，教导着10几名来自各地的学子。这日清晨，龙夫子正领着学子们在书院后的溪边诵读诗经，忽见一名衣着朴素的少年气喘吁吁地跑来。夫子，夫子！少年喊道。山下村里出了件怪事，大家都说李农夫中邪了。龙夫子缓缓放下竹简，温和问道。莫急，且说说是何事。少年平复呼吸，说道。李家世代务农，原本勤勤恳恳，可自从上月他在田里捡到一只撞树而死的兔子后，竟不再耕种，整日守在树下，等着第2只兔子来撞树。如今田地都荒芜了，妻儿挨饿，他却执迷不悟。学子们闻言议论纷纷。一名叫子渊的学子笑道。这不是守株待兔的愚人吗？韩非子中早有记载。龙夫子捻须沉思片刻，眼中闪过一丝智慧的光芒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走，我们下山去看看。一行人随着龙夫子来到村外的农田，只见田地杂草丛生，禾苗枯黄，与周围绿油油的田野形成鲜明对比。不远处，一棵大树下，李农夫正呆坐石上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四周，嘴里喃喃自语。就快来了，就快来了。龙夫子示意学子们待在远处，自己缓步走近。这位农友，日头正烈，何不到树荫下歇歇？龙夫子温声道。农夫头也不回。不能歇，老朽观这田地，似乎久未打理。龙夫子试探道。农夫这才转过头，眼中布满血丝。老丈不知，我上月在此捡到一只撞死的肥兔，既然有第1次，必有第2次、第3次，何必辛苦耕种？龙夫子在他身旁的石头上坐下，从怀中掏出2个馍馍，递给农夫1个。先吃些东西吧，老朽想听听那日详情。农夫接过馍馍，狼吞虎咽，边吃边将那日的奇遇细说一遍。听罢，龙夫子缓缓道。农友可知，你脚下这片土地已有多少年历史？农夫茫然摇头。据村志记载，这片土地开垦于200年前，经历了13代人的耕耘。龙夫子抓起一把泥土，任由其在指尖滑落。你瞧，这土黑而润，是上等沃土。200年来，这土地上发生过多少事？可曾有第2只兔子撞死在这树上？农夫愣住了。此时，子渊忍不住上前插话。你这人好不小事，偶然之事怎能当作必然？若守株可得兔，天下农夫岂不皆弃除手术？农夫涨红了脸。你们不懂，那是上天的恩赐。龙夫子抬手制止子渊，转向农夫。农友，老朽问你，你种田时可曾见过野兔？常见。野兔奔跑时可能撞树？极少，那日是头一回见。既如此，龙夫子缓缓道。常见之事，你日日为之；极少之事，你却日夜守候，这不是舍本逐末吗？农夫张了张嘴，一时语塞。龙夫子站起身，指向周围的田野。你看，张家的稻子已抽穗，王家的菜园青翠欲滴，他们可曾停下耕作，等待偶然？天道酬勤，不酬侥幸啊！正说话间，一只野兔突然从草丛中窜出，农夫眼睛一亮，猛地起身，却见那兔子在树前3尺处灵巧转身，飞快钻进另一片草丛，消失无踪。农夫呆立当场，手中半个馍馍掉落在地。龙夫子轻叹一声，对学子们说道：你们都看见了，这就是我要教你们的一课。学子们围拢过来，龙夫子指着荒芜的田地，
缓缓道：学问如耕种，须日日勤恳，不可有一日懈怠。那偶然的灵光一现，犹如撞树之兔，可遇不可求。若因一次偶然的顿悟或发现，便以为从此可不劳而获，终将荒废心田，一无所获。子渊若有所思。夫子是说，治学当脚踏实地，不可心存侥幸。正是。龙夫子点头。更深的道理是，人当明辨常与变，四季轮回是常，风调雨顺是变，勤奋积累是常，机遇际会是变，以常心待常事，以变心待变事，方为智慧。他转向农夫，语重心长：农友，你今日可明白了？那只兔子是变，耕种才是常，舍常求变，犹如舍根基而求浮萍啊。农夫望着荒芜的田地，又看看自己粗糙的双手，突然泪流满面。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向龙夫子磕了个头：谢夫子点醒，我真是糊涂啊。3个月后，龙夫子再次带着学子们路过这片田野，只见田地已重新整理，新苗绿意盎然。李农夫正在田间劳作，见龙夫子一行，急忙放下锄头迎上来。夫子，他恭敬行礼：多谢当日教诲，我重新耕种，虽然错过了春耕，但补种了些速生的菜蔬，勉强能度日。龙夫子欣慰点头：善，不过老朽今日来，还有一物相赠。他从袖中取出一本小册子，这是老朽整理的农事要诀，包括轮作之法、施肥之术。你既重归本业，当精益求精。农夫双手接过，激动不已。回书院的路上，子渊问道：夫子，您常说因材施教，那日对农夫为何不直接斥其愚昧，而是循循善诱？龙夫子微笑道：你看那农夫是真心相信会有第二只兔子吗？学子们摇头。他非不知其妙，而是不愿承认。龙夫子道：人现执念时，如溺水者紧抓浮木，此时若强夺其木，反会使他沉没，不如引他看到真正的岸边，他自会松手游去。那我们今日所学为何？另一学子问。龙夫子驻足，望着远山。今日学的是物本2字，农夫之本是耕，学子之本是读，世人之本是仁，本立而道生啊。夕阳西下，将众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远处传来农夫哼唱的小调，朴实而欢快。学子们沉默行走，心中各自思量住守株待兔故事背后的深意。多年后，子渊成为一代名士，在教导弟子时总会说起这个故事。他总结道：龙夫子那日所教，不仅是讥讽懒惰，更是教我们认识世界运行的法则，偶然与必然，便一语恒长。这道理治学适用，治国适用，修身亦适用。而那棵曾经撞死兔子的大树，后来被村民称为醒鱼树。每逢春耕秋收，村中长者都会带年轻人来到树下，讲述那个农夫与夫子的故事，代代相传，不曾断绝。